第二波新冠疫情肆虐印度，印度境内的基本药物和医疗设备面临严重短缺。但是不法的黑心商人趁机囤积居奇、非法倒卖，使新冠病人深受其害。印度政府无法控制本国的药品价格，印度驻香港总领事却呼吁中国政府干预印度抗疫物资在华的采购价格。印度媒体还无端指责中国企业出口给印度的制氧机是国内不使用的残次品，是对印度的趁火打劫。 印度卫生部周六公布，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2.6万例，是连续第二天低于35万例。印度卫生部认为，该国疫情呈明显下降趋势。路透社认为，这主要是检测样本减少导致，且目前单日新增死亡病例仍然接近4000例，并无明显下降。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周五表示，印度疫情仍然非常令人担忧。 印度总理莫迪也警告，疫情正在向该国农村地区快速蔓延。为控制疫情蔓延，印度多个邦采取了管控措施。然而，对于孟买贫民窟中的居民来说，还有比疫情更为紧迫的问题。由于这里的居民大多数是清洁工、建筑工人等日薪工作者，一天不工作就得饿肚子。新一轮疫情限制措施让孟买的大部分行业陷入停顿，也让他们陷入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艰难局面。 धंधा पानी तो नहीं है, बहुत कम है और कर्जे में भी बहुत से लाइट वूट का बहुत से बिल भी आ रहे हैं। पोजीशन खराब है, मतलब काम धंधा कुछ भी नहीं है। हम लोग का धंधा पानी अभी कुछ भी नहीं है कोविड की वजह से। कभी 100 आता है, कभी 200 रुपये आता है। कोविड से भले ना मरे, लेकिन अगर ऐसा हालत रहा इस तरह का तो लोग जो है भूख से मर जाएंगे, लोग जो है दवाई के बिना मर जाएंगे, जो दूसरे हैं लोग पानी के बिना मर जाएंगे। 印度政府试图提高新冠疫苗接种率，但据印度媒体报道，由于新冠疫苗短缺，首都新德里已关闭数百家疫苗接种中心，暂停或减少为18岁至44岁人群接种疫苗。在黑市上，疫苗价格飙涨4倍。How come that 250 rupees for same Covishield one dose has been increased to 900 rupees per? 我们知道，它其实是全球最大的疫苗生产国，所以它一直呢认为呢，它可以在这个全球的疫苗接种方面，它发挥世界药店的作用。印度总理莫迪呢，也之前也有过类似的表态，包括印度实际上是从1月份开始启动了一个叫疫苗友谊的外交行动，就是向其他国家或者是商业出口或者是援助疫苗，所以呢，这结果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它国内的疫苗反而是不够用。 或者说是接种率不够高，疫情导致黑市猖獗，经销商囤积居奇，制造人为短缺，以高昂的价格转手倒卖抗疫物资，利润惊人，却加剧了病人的痛苦。जो है मेडिसिन जो है वो नहीं आ रही है, सप्लायर के पास भी अवेलेबल नहीं है। उनसे अगर बोलो आप उनसे मांगो तो वो कहते हैं ये पीछे से मतलब कि सप्लाई नहीं आ रही है। अब पता नहीं ये पीछे से आ रही है या वो लोग स्टॉक कर रहे हैं, ये भी नहीं मालूम है हम लोग को तो, लेकिन 数据显示，中国是印度本轮疫情以来提供支持最多的国家，但部分印度媒体却并不领情。今日印度周五刊登报道，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污蔑中国企业出口给印度的制氧机是国内不使用的残次品，是对印度的趁火打劫。 文章还诬陷中国企业为换取利润，不惜牺牲印度人民的生命。滑稽的是，尽管这则报道气势汹汹，但是通篇没有展示任何证据，更没有说究竟是哪家企业对印出口了所谓的不合格的制氧机，也没有公布所谓的不合格的制氧机的具体型号。 深圳卫视查证得知，一般情况下，市场对医用制氧机的需求并不大。但近期全球多地，包括印度、美国和欧洲的订单猛增，导致部分零部件缺货，推高了采购价格。工厂加班生产订单需求，也需要付额外的加班费。这与疫情初期中国口罩价格飞涨的情况一模一样，是市场机制的反应。政府无法强行干涉市场，否则只会打击制造商生产的积极性。对于这种情况，印度的进口商是知情的。 环球时报评论称，某些印度媒体不分事情和场合，长期无差别地煽动印度社会的对华民族主义情绪，严重误导了部分受众对中国的认知。希望那部分印度人至少在当前克制炒作煽动的欲望，因为他们在吃新冠肺炎死去的自己同胞的人血馒头，他们应当支持。 这也体现了他其实内心的非常复杂的一种心理，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余恋情节。印度一直要对
对标中国。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国内疫情取得了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成果，但是印度的疫情几乎失控。那么对于印度来讲，他其实心里是不好受的，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接受中国方面向他提供，他反而会认为可能是他自己心理上是有很大的一个落差。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炒作中国的话题，在印度舆论始终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一个议题，那么就是它的一个政治分享性还是比较小的。